我们今天来详细看一下 Comfy 官方在12月19日发布的更新公告。我会把这篇文章的连结放在说明栏。如果看英文头会裂开的朋友，可以开着页面翻译来参考。在开始前，记得先把你的 Comfy 更新并重开，才能边看边尝试这些更新的内容。首先是 XL Turbo 的支援，点一下文章中提供的范例页面连结，然后下载这张图片，把图丢进 Comfy 就可以直接得到 Workflow。官方提供了 XL Turbo 的专用调度器方块，你需要做的除了下载这张图片来取得 Workflow， 还需要下载 XL Turbo 模型本身，可以直接点 Comfy 文章上提供的连结过去下载。如果你的电脑跑不动 XL Turbo 的话，官方也有提供基于 SD 2.1 提炼出的 SD Turbo。Turbo 的特色是目前唯一的一步到位生成，比 LCM 还快，并且是基于 XL 来提取的，所以基础能处理的画布大小就在1024。虽然 LCM 也是有做 XL 版啦，不过就官方自己提供的测试数据对比下来，确实是 Turbo 的分数更高。再来是几个实用的操作更新，第一项是之前要另外安装 Custom Nodes 才能实现的功能——合并方块。同时选取2个以上的方块后，开启右键选单，选择 Convert to Group Node。这跟上次讲的群组框不同，它是把你选择的这些方块合并成一个方块。在合并的时候，你需要为这个组合取一个名字。合并后的这个方块会跟着这个 Workflow 走。未来可以透过空白处右键，从 Add Node 点开，选最下面的 Group Nodes。Workflow， 然后就会出现你取名的组合。跟着 Workflow 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有生成过图或是保存过这个 Workflow 的 JSON 档，再次读取的时候，你定义的组合就会在，可以被再次使用。同样的，当你把 Workflow 传给别人时，别人也可以叫出你定制好的组合方块。当然，要在它跟你安装了同样的 Custom Nodes 的前提下，没安装过的功能一样叫不出来的。这可以在串联多个功能的时候，让画面变得更加的干净整齐。比方说上次讲的 ControlNet， 还有上次的 Embeddings 等。你要把你整个 Workflow 变成一个方块也是可以啦。稍微插播一下，今天这支影片看的更新改动是去年12月推出的，我那时候有用 Manager 更新过一次 Comfy。建议如果跟我一样很早就更新过的人，最近可以再 Git pull 一下。我录画面的时候做了一次，发现之前 Group Node 的小问题似乎已经解决，它不会再因为 F5 或是重开就失踪了。第二项也是之前要靠外挂来实现的功能 Undo、Redo， 是熟悉的 Ctrl+Z 跟 Ctrl+Y， 这个应该算是有在画图的人都会蛮熟悉的键位。我的人生可以没有 Ctrl+Z， 但我的软体不能没有。第三项稍微比较特别一点 ，Reroute Nodes 就是一个用来整线的小方块，你会在很多大神分享的 Workflow 里看到。
使用 reroute 可以让连线不会因为被其他方块或线挡住，导致你看不清楚接的是什么玩意儿，也可以让你在版面越扩越大的时候，不用因为你增加了一个东西需要接入 checkpoint， 得把画面缩得超小，不然拉不到线。它有点类似于引水渠或是延长线，我不确定这样讲会不会比较帮助你理解。至于 primitive nodes 则是一个可以随着接上的点而改变定位的方块，它支援4种定位 ：int 也就是整数、float 浮点数、string 字串，还有 boolean 布林值。整数就是不包含小数点的完整的一个整数，浮点数就是指后面有小数点的，就算是点0也算有小数点。字串就是文字，像我们写的 prompt 就是字串。布林值也很简单，它只有是或否。之前讲的 embeddings 有看到过这种 true/false 的开关吗？这个就是布林值，它只有是或否，你也可以想成开或关。这一项更新主要是告诉你，现在 primitive nodes 也可以使用 reroute 来做线路改道了。Stable 0123则是一个新的生成模型，源自于一个叫做 0123 的研究。基于 SD1.5 使用了大量高品质的 3D 物件数据来进行训练，它会尽可能在保持你输入图片的全部特征的情况下，按照你所要求的角度数据来生成另一个角度的视图。可以想见，未来各种人物场景的3视图都有望可以靠这个模型来获得。当然，它这个其他角度的画面，终究还是 AI 透过你给的平面图像去推测想象出来的。除非未来 AI 能够直接读取你脑袋里的画面，不然生成结果应该是不至于到一次就能跟你想象的一样。需要注意一下 SD 官方目前的声明中 ，Stable 0123 模型的基础版本是不可商用的，另一个 C 版是可商用，但需要你持有 SD 的会员身份。同样点选文章提供的范例连结，先下载模型，接着下载图片，丢到 Comfy 就可以读取到这个 workflow。接下来的2个条目，一个是关于配备差的人要如何快乐刷图，一个是关于较新版本的 Python 跟 Comfy 的结合。针对硬体设备较差的朋友 ，Comfy 现在可以支援使用 FP8 的格式。你只需要挑选这2对指令的其中一对，放在你用来启动 Comfy 的 bet 档里面的 main.py 后面，在开启 Comfy 的时候就可以调用这个格式。这2对指令都是同样的功能，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选择你认为效果好的就可以了。它能够在牺牲一定精确度的情况下，大幅减少所需的记忆体消耗。如果你算图的时候总是弹出记忆体不足的警告，可以试试看这个办法。FP8 格式的论文最早在2022年发表，所以其实不是很新的东西。我试着使用了一下语法，虽然可以正常开启 Comfy， 但无法进行生成。GitHub 上可以查到的解答是还需要更新 Torch。如果你是用正常方式安装 Comfy 的，可以使用这串指令来进行 requirements 的更新安装。如果你是使用免安装包的，需要手动执行一下这个名称的更新程式。我这边就不做这些操作了。如果大家试用后还是有遇到问题，可以上 GitHub 去爬爬看有没有更新的解决办法。另一条是官方提供了一个支援 Python 3.12 和 PyTorch 2.3的 Comfy 独立安装包，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测试版。如果你是技术型 AI 玩家，可以下载来试试看。我觉得现在挺好的，我就不下载了哈。直接下载网址我会放在影片说明栏，有装来跑的朋友可以回来留言跟我分享一下用起来感觉怎么样。我们看下一条 Self-Attention Guidance， 这是一个安插在模型和 Sampler 中间的方块，你可以把它想成是叫 AI 更集中更专注的模式，它或许能产生更好的结果，这个你不自己试试看很难说到底有没有帮助，但它要花费更多运算时间的这一点是必然的。空白处右键选单，找到 For Testing 就可以叫出 Self-Attention Guidance 的方块。接下来这个 Perpneg 跟上面的 Self-Attention 有点类似，它的功能是让你下达的反向提示内容能够更准确的被 AI 接受。
同样它需要花费更多的运算时间。要使用它，你得另外叫出一个空的 prompt 方块，不要在里面输入内容，然后把它和模型连到这个 Prepnik， 最后接入 Sampler。老样子，对这个技术的详细资讯感兴趣的朋友，我把他们的说明页放在下面了。然后我们来稍微测试一下这两个东西在设置不复杂的情况下会对生成结果产生多少差异。当然我这个测试做的比较阳春，结果也仅供参考而已，还是比较推荐大家自己上手在 Comfy 里面跑看看，反正不用额外安装什么，也不太麻烦。测试用的 prompt 跟结果我会铺开放在好读文字版里面。再来这个 Sigmoid Vega Model 又是一个新模型，你可以用它来取代 SDXL 的 Base Model， 可以搭配加速 LoRa。Sigmoid Vega 有自己的加速 LoRa， 也可以使用 XL 的 LCM LoRa 来进行加速。那它的品质理论上是会比原本的 Base Model 更稳定的。最后剩下一些小的更新项目，包含了你现在可以储存动态 PNG 格式，以及可以选用的2个设定。要使用这个一样是把指令加到你的 beta 档里面，还有可以支援 GLoRa。下面罗列了一些官方推荐的有趣的 custom nodes。好的，希望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喜欢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把影片分享给你对 AI 算图感兴趣的朋友。有任何问题或者想看什么样的教学，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也欢迎跟我分享你的使用心得。感谢各位，拜。当然，它这个其他角度的图像，终究还是 AI 通过，呸，真是。然后我们来骚什么？